上一集我们讲解了怎么组装新手效果器盘，这一集我们直接来试音。今天我们会使用到的音箱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前级 Preamp， 这颗是 Beekeeper， 它是模仿了 Dumbo 的音色。后级是来自波兰的 Taurus 后级 Power Amp， 然后它总共可以做到50瓦的输出。然后还有 Tube 箱体，来自芬兰的8寸 Cap。这3个东西呢，平常我们在练团室里面呢，基本上就是一颗 combo， 或者说有一颗音箱头，它前面的包括了前级跟后级，只是我们今天把它拆开来看。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不用担心，平常你会在音箱上面要调整的东西，我们全部今天都在前级上面来调整。我们首先来调整一下音箱的前级。那通常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大部分的音箱呢都会有2个通道，那一个部分呢是破音的通道，一个是 clean tone。那通常我们如果要当做一个效果器的平台的话，我们都会使用 clean tone 的这个频道。然后这个通道呢，你会发现，通常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像 gain 的东西，还有另一个像 master volume， 这2个都会影响到 volume。可是这个 clean volume 通常这是 pre-gain， 也就是说你首先用这个来调整放大你的吉他讯号多少，然后这边放大多少之后，你觉得这个 saturation 是你喜欢的，然后你再从 master 这边调整到你要的音量。所以首先我现在2边大概置中的话，声音是长这样。我想要调整更小一点，我比较喜欢这个 gain， 然后把音量开大一点。试看看反过来，这个大，这个小。然后频率的部分呢，低频啊，我通常可以转少一点。首先我把这个 gain 调到我喜欢的位置，这个 gain 越小啊，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比较好，不会那么突出。因为我现在想要调的声音是比较能够伴奏，然后 solo 的时候我再踩一个 gain boost， 好，听听看。这个颗粒感不错。然后我想要少一点中频，再听听看。低频再少一点点。好，刚刚那个低频其实还不错了，回来。然后高频你看到我本来就已经调到9点钟方向，如果调到中间的话，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太亮了，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样调少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我的 clean tone 的声音了。调整完我们音箱的 clean tone 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调整效果器盘。首先呢，我们的 clean tone 里面呢，其实通常都会包括了简单自然的 reverb， 还有一些轻微的 delay。所以我先调整我的 reverb。有没有听到现在那个 reverb 听起来很长很深？这是我们这个 mix 开的太多了，所以回来一点。然后这深度我可以调深一点点，再试看看。补开。打开。其实听起来那个声音就圆润了许多了。
啊，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个简单的 delay。啊，我们刚刚的速度是吧吧吧的吧吧吧的吧的吧吧。我们可以选择8分音符，然后这 feedback 小一点。mix 的话，等下听看看状况。然后这个 modulation 可以开多一点，这个 color 也是比较温暖。好，听看看那个效果。太多了，少一点。关掉。哦，我觉得刚刚那个还是太多了，再少一点。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踩你在数的8分音符或16分音符，像我现在踩4分音符。你会听到啊，那个声音比较晚出现的，而且没那么密集的。可是反而因为那个回音是比较小声的，它听起来的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 chorus。这个 chorus 啊 ，classic 就很好听了。然后速度啊，我可以调快一点。这个痛啊，我想要调亮一点。这个 mix 也是一样，我可以调多一点。听起来太亮了，回来一些。所以呢，这个 chorus 的声音呢，我们就有几种选择。比方说，有时候我只是要弹奏一个和弦，像这样。然后你前面已经弹过1次了，那你第2次弹奏，可能第2次主歌或第2次副歌前面，你就可以加上这个音色。如果你觉得这个 chorus 太多了，你想要一点点还是听到你的 dry， 那就把它调小一点。所以像刚刚这个效果啊，如果我前后都是弹奏一样的和弦，可是2次我的音色有点不同，那我会比较 prefer 把 mix 调到这个位置。那假设你是一直在做一个别的声响，可能有人已经在做吉他的声音了，那你是负责这种。你是做一些比较单音，然后比较空间感的东西，然后想要跟吉他的那个频率错开，我觉得把 mix 做开还不错。或者说你的吉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做这种比较像可能 organ 或者 synth 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调回来这里 ，OK。接下来我们来调整破音。这个 Noble 呢，我是特别喜欢它比较温暖的声音。所以像这个旋钮啊，它虽然不是写 tone 或者写 EQ， 那它其实就跟平常我们的 tone 流很像。调到这边的时候呢，高低频都会少一点；调到这边的时候呢，高低频都会多一点。首先我把它调少一点，然后听听看它的声音。我的 drive 啊，想要调少一点。
它的 drive 很好听，非常的温暖，而且那个泛音很充足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太 drive 了，再调少一点。音量没有 match 到，所以我音量调大一点。太大了，少一点。现在这个调整呢，还蛮有趣的。你会听到我比较用力的时候，它才有 drive， 然后我轻一点的时候呢，它是比较 clean 的。这种 drive 呢，你就可以弹到很多 dynamic 的东西，就是你轻的时候它是一个音色，重的时候是一个音色，听起来是很 vocal like。然后我们再少一点，试看看这个效果。好，我们调整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温暖的破音，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下一个比较穿透的破音。这颗呢，它其实是模仿了 Marshall 的一颗很经典的破音，可是我通常呢都会喜欢先把这些频率都调少一点，听听看，因为至中通常都不会太好听。比较闷，我把高频调多一点，中频调多一点。现在 drive 是比较少的状况，你会听到它的声音比较闷，我就要把这个中频跟高频都调多一点。然后相反的，试看看把 drive 调多一点。很明显的，你听到这两个破音的特性很不一样。我在听这一颗破音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比较出彩的地方是它的这个 drive 大概在这种9点钟方向、10点钟方向，反正超过12点之后，我都觉得它太破了，然后不是它特别好听的。可是这一颗呢，你会听到，当我调到破音比较少的时候呢，反而它声音比较闷，比较出不来。而这一颗的出彩的 EQ 的位置，你必须要让这个 drive 起码超过11点钟方向，然后可能我现在试看看1点钟方向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颗破音呢，我现在听完之后，就差很多了。低频可以回来一点，高频回来一点，中频回来一点。好，音量高一点。换破音。音量有落差，所以这个开大一点。你有听到啊？现在2颗破音啊，它那个色彩很不一样。这颗我调的比较破，这颗我调的比较温暖。那还有一个做法，比方说我先把这一颗破音调得更不破，像这样，绿色的这个。听我用力弹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，比较破的，用力弹的时候。可是它还是很 clean， 它听起来很温暖。不踩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很清脆的声音。所以我刷和弦，我可以有很清脆的，比较厚的。如果有人在做高音，
然后这颗呢，我可以调的少一点，然后来推它，用它的 EQ。所以还蛮有趣的。假设现在有一首歌，我的主歌是这样弹奏的。然后我到下一个阶段有我的一个 fill in， 我就踩下去。你会听到这个破音啊，不会特别的把你的中频推出来，可是因为我把那个厚度做出来，而且音量也大了一点点。所以它听起来那个色彩就不会太过霸占整个声音的中间的位置。然后当我要做破音的时候，我要做特别破的，可能是一些比较爆炸的音墙，所以我从这边开始准备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新手效果器盘实战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首先你要先调整好你音箱的 clean tone， 包括你的 gain 跟你的 master volume， 然后你的中频、低频、高频调到你喜欢的声音。那在刚刚的示范里面呢，我倾向把它调整到中频比较少，颗粒感比较轻，所以适合当一个伴奏的角色，空间感比较好。接下来呢，就让你的 delay 跟 reverb 调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，也就是说你的 delay reverb 都不要太夸张，也要做一点点润色，跟做一点点空间的效果，然后调整出一个堪用的 moderation， 让你的吉他声音有更多可能性。接下来呢，就是2颗 drive 的应用，有些人会倾向让2颗 drive 听起来都很不一样，然后那个 drive 都很多。那我们最后示范的呢，就是首先我们的 clean tone 是一个很基本的干净的声音，并没有任何 drive。踩下第一颗 drive 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听到一个比较温暖，然后用力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破的声音。再踩下另外一个 drive 去推它的时候，你就听到中频更多，高频更多，然后那个破音的程度更浓厚的一个破音的声音。这些在你的歌曲段落里面就可以更有弹性，然后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。然后记住，在你调整这些不同的音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你的频率跟音量在乐团里面是否合适，千万不要有过大的音量，还有过分突出的音色。其实效果器的世界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。以上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些通则，或者说我的经验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弹 shoegazing， 或者你今天是一个作场乐手、流行乐手，还有爵士乐手，不同的音乐、不同的曲风，还有不同团员之间的化学反应，你要调整的音色，你需要的音色都很不同。有些曲风可能需要你有2颗到3颗的 delay， 然后有一些曲风可能需要你有3颗到4颗的破音。这些效果器的应用都会在你弹奏的过程中慢慢发掘到乐趣，然后在你买越来越多的效果器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发现到越来越多堆叠的可能性。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追踪。下一集见。